第22章，快乐的草地。安静的几个星期，像暴风雨后的阳光一样美好。马奇先生的病好多了，他说，希望新年开始的几个星期就能回家。贝斯很快就能下床，躺在书房的沙发上。起初，他玩着他喜欢的猫，然后整理他的娃娃，那些娃娃看起来不太好。他以前那么有力的腿，现在变得很弱，有点僵硬。所以，乔每天扶着他在家走一圈，用他的手扶着他。梅格学会了为他的家人做菜，虽然他烧伤了手，弄脏了，但他还是很开心。艾米很高兴回到家，她很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，她要把她的宝贝送给她的姐妹们，只要她们喜欢。圣诞节快到了，家里又有了神秘的气氛。乔不停地想出一些奇怪的庆祝方法，想让这个圣诞节成为他们一生中最快乐的圣诞节。老李也一样，如果听他的，就会有篝火晚会、火箭和凯旋门。经过几次小争吵后，他们冷静了下来，看起来有点不高兴，这让看到他们在一起的人想笑。几天天气很好，迎来了一个很棒的圣诞节。汉娜说，她觉得今天会很好，结果她说对了，因为一切都很顺利。首先，马奇先生寄来一封信，说他很快就会和他们在一起。然后，贝斯那天早上感觉比平时好多了。他穿着妈妈送给他的礼物，一件红色的羊毛衣服，被扶到窗边。看乔和老李送的礼物，这两个朋友像小精灵一样，准备了一个惊喜。在花园里有一个雪人，戴着冬青花环，他一只手拿着一篮水果和花，另一只手拿着一捆乐谱。一条彩色的羊毛毯盖住了他的肩膀，他的嘴里有一条用粉红色彩带写成的圣诞祝福。给贝斯的雪人，祝你快乐，亲爱的贝斯。希望你每天都开心，希望这个圣诞节给你带来健康、和平和快乐。这个篮子里有水果、花、音乐和羊毛毯。你还会看到乔安娜的画像，老李画的，他画得很认真。接受这条红丝带，还有这个冰淇淋。做雪人的人很爱你。接受它，来自你阿尔卑斯山的朋友，老李和乔。看到这些，贝斯笑了。老李跑来跑去，把礼物递给他。乔用有趣的话来介绍他们。我感到很幸福，如果爸爸和我们在一起，我就更开心了。贝斯说。乔把他带回书房，让他休息一下，吃点水果。我也是，乔说，摸了摸他口袋里的书。我也是，艾米看着他妈妈送给他的画。当然，我也是，梅格说，一边摸着她的裙子，那是劳伦斯先生送给她的。我怎么会不开心呢？马奇太太说，看着她丈夫的信和贝斯的脸，她的手摸着她的女儿们送给她的胸针。有时候，在这个世界里，会发生像童话故事一样的事情，这让人很高兴。在大家都说他们很幸福之后，快乐真的来了。老李打开客厅的门，探出头来，他看起来很高兴，他的声音很大，让所有人都站了起来。他说，给马奇家的另一个圣诞礼物。他还没说完，就让出一位高个子先生，他穿着很多衣服，扶着另一个人的胳膊。大家都跑了过去。几分钟内，每个人都很激动，但没有人说什么。马奇先生被他的女儿们抱住了。乔晕倒了，老李照顾他。布鲁克先生亲了梅格。艾米摔倒在地，抱着他父亲的靴子，哭着说他很高兴。马奇太太说，安静，
贝斯还在生病。但是太晚了，书房的门打开了，贝斯穿着他的红色衣服站在门口，他跑向他父亲。在那些时候，没有人担心任何事情。当他们发现汉娜在门后哭泣，因为她忘记把火鸡放进烤箱时，大家都笑了。当笑声停下来时，马奇太太感谢布鲁克先生照顾她的丈夫，这让布鲁克先生想起马奇先生需要休息，于是他拉着老李的胳膊离开了。马奇先生和贝斯坐下来休息聊天。马奇先生说了他准备回来的事情，他的医生允许他出去。他说布鲁克照顾他，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。马奇先生停顿了一下，看着梅格，然后看着他的妻子，问他怎么看。马奇太太点点头，问他是否想吃点东西。乔看到了这一切，明白了发生了什么。他去拿了一杯葡萄酒和一些汤。关上门后，他说：“我讨厌那些棕色眼睛的年轻人。那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圣诞晚餐。火鸡很好看，布丁也很好吃，一切都很顺利。”汉娜说，她差点把布丁烤坏了。劳伦斯先生和他的孙子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餐，布鲁克先生也来了。乔看着他，这让老李很高兴。他们在桌子的两边放了2把椅子，贝斯和他的父亲坐在那里。他们吃了一些鸡肉和水果，每个人都喝酒、讲故事、唱歌，玩得很开心。他们计划去玩雪，但女孩们不想离开他们的父亲。客人们早早离开了，全家人坐在壁炉旁。1年前的现在，我们还在担心圣诞节会很难过。你们还记得吗？乔问道。总的来说，今年很好，梅格说，看着炉火。对我来说，今年很不容易。艾米看着她的戒指。我很高兴今年结束了，因为现在我们又和你在一起了，贝斯说，坐在他父亲的腿上。对你们来说，这是一条很不容易的路，但你们完成了它。我相信从现在开始，你们会更轻松。马奇先生看着他的女儿们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是妈妈告诉你的吗？乔问道。她没告诉我什么，但是通过观察，你可以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今天我看到了很多东西。告诉我们吧，梅格喊道。我给你们看一个，他说，拿起梅格的手，指着他手上的痕迹。我记得以前，你希望有一双白皙的手，那时它们很漂亮，但现在我觉得它们更漂亮了，因为这些痕迹告诉我一个故事。烧伤说明你不在乎自己的外表，手上的老茧说明你很努力。梅格，我喜欢这些品质，而不是一双白皙的手。我很自豪能握住一只这么勤劳的手，我希望不要太早把它交给别人。梅格很高兴，他父亲握着他的手，对他微笑。乔怎么样？说一些关于他的好话，因为他很努力，对我很好。贝斯在他父亲的耳边说。马奇先生笑了，看着乔。虽然剪了头发，但我看到的不是以前的乔了，马奇先生说，而是一个穿裙子、不吹口哨、不说脏话的女孩。她的脸色有点苍白，她的脸变得更瘦了，但我喜欢我所看到的，因为她更友善，说话的声音更柔和。她不再跳来跳去，而是走得很稳，像一位母亲一样照顾贝斯。我喜欢这样。我怀念以前的乔，但如果能得到一个坚强、善良的女孩来代替她，我会很高兴。我不知道剪掉头发是否让她变得更严肃了，但我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比乔给我的钱更好了。
乔的眼睛湿润了，他的脸在炉火下变得通红。现在我们来说说贝斯。艾米说，她想听听关于他的事情。他太小了，我不敢说太多，怕他跑去躲起来。虽然他不像以前那么害羞了，父亲说。然后他紧紧地抱住他，把脸贴在他的脸上。你很安全，我的贝斯，我会让你一直这样。沉默了几分钟后，马奇先生看着艾米，摸着她的头发，说：“我看到艾米在吃饭时吃鸡腿，下午为妈妈跑腿，今晚把她的位置让给了梅格，并且心情很好。我还看到她不再抱怨，甚至没有提到她的戒指。所以，我认为她已经学会更多地考虑别人，更少地考虑自己，并且她已经决定好好塑造自己的性格。我很高兴，虽然看到她做的雕塑会让我很自豪，但我为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感到非常自豪。她能够让她的生活和他人的生活更加美好。”你在想什么，贝斯？在艾米感谢了他的父亲并解释了他是如何得到戒指之后，乔问道：“今天我在天路历程里读到，经过很多困难，基督徒和盼望到达了一个美丽的草地，那里全年都有花，他们幸福地休息，就像我们现在一样，然后继续前往他们的目的地。”贝斯解释说。然后他从他父亲的腿上跳下来，走向钢琴。是时候唱歌了，我想回到我的位置。我要唱一首根据年轻牧童对朝圣者说的话改编的歌。我为爸爸谱了曲，因为我知道他特别喜欢这段歌词。说完，他坐在他心爱的钢琴前，开始用他甜美的声音弹奏和演唱。这首美丽的歌很适合他。那些在下面的人不害怕跌倒，他们也不会骄傲。谦卑的人总是有上帝的指引。我满足于我所拥有的，无论多少。主啊，让我满足，即使我饿死，为了接受你的救赎。财富对朝圣者来说是一个负担。那些今生拥有很少的人，接受永生的祝福。